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3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只有一个今天题目就是讲拜登政府刚刚公布的2万亿的经济振兴计划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说上次因为他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内容，我们只是分析这件事情对美国有什么影响。这次我们要具体的讲到底是怎么个方案这个方案其实应该有各种叫法，有的叫基建计划有的而这次呢，它其实公布的部分呢，它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一个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因为它这跟未来一段时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公布的是第一部分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叫美国就业计划他自己的定的名字叫美国就业计划，但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经济振兴计划的第一部分应该是这么说，所以我今天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2万亿经济振兴计划我觉得这会更准确，更容易理解其实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公布的这个美国就业计划呢，是分8年8年摊分然后投资22500亿22500亿美元那么白宫呢其实是昨天晚上就把这个25页的简报放出来，然后就我今天上午看到这份简报然后我花点时间看这个简报，这简报其实蛮长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也看了一些评价那么我先讲一下它上来是这么说这个简报上来这么，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基础设施方面全世界却排名第13位他说我们的道路、桥梁和供水系统正在崩溃我们的电网很容易发生灾难性的停电，太多的人无法使用或者负担得起高速互联网和优质的住房。过去1年导致了工作的岗位的流失威胁到了经济安全，侵蚀了30多年来在妇女劳动力参与方面的进步它暴露了我们护理基础设施的脆弱性而且我们国家的在这个研究和开发制造和培训方面正在落后于其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讲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投资于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和竞争力，以及创造未来的高薪工作岗位，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拜登总统的计划将团结和动员国家来应对我们时代的巨大挑战，气候危机和独裁中国的野心他把这个计划的目标指向2个，一个叫气候危机，一个是独裁中国的野心那么他将投资于美国人，提供他们应得的工作和机会那投资是怎么投资呢？我大概的梳理了一下分几个方面，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投资6210亿美元修理公路，重建桥梁，升级港口、机场和运输系统，同时投资1740亿美元用于电动车项目目标是在2030年在全国范围建立充电网络这第二，投资6500亿美元用于改善国内的生活品质，比如提供清洁的饮水，更新电网和高速宽带。第三，投资2130亿美元建造、保护和改造200多万套住房和商业建筑，使学校和托儿设施现代化，并升级退伍军人医院和联邦建筑。第四，投资5800亿美元振兴制造业，保障美国供应链，投资研发，并为未来的工作岗位培训美国人，其中包括1800亿美元用于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国防研发计划。第五，投资4000亿美元
扩大老年人和残疾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家庭或者社区护理的机会。那么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225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他计划把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并且修改这个税法，堵住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个把利润转移到海外的这种漏洞啊，对跨国企业的全球最低税设置为15%。那么计划把这个项目的成本摊分到8年，在15年之内全部支付啊。那么拜登总统计划在4月中旬公布他经济计划的第二部分。经济计划的第二部分出来之后，整个的经济计划会是个4万亿美元的一个计划。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在帮助家庭应对医疗费用、托儿和教育的挑战，但这不一定是真的啊。这里面充满了，我看这个报告我就觉得，这个美国绝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国家啊。他这个计划里面充满了各种政治啊，所以他说这个方案会是一个帮助家庭应对医疗费用这些东西呢，更多的是让大家有个概念。你比如说他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概念，这是个基建计划，基础建设的计划。但是你看一下，打开了你一看，其实这个根本就不仅仅是基础建设的计划，这是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基础，就是经济基础，不是基础建设啊，非常完整的一个经济基础。它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啊，装了很多跟民主党的政治理念有关的东西啊，所以但是它一上来就包装成为一个基建计划。基建计划很容易说服美国人，因为基建嘛，钱也不会太多，然后美国的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更新啊，这个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你打开一看，其实不完全是这样，2万多亿，最后他先扔一个出来，再扔一个出来啊，就说第一个，哎，你能接受，我再扔一个出来啊，所以他有政治上的考虑啊。那么拜登总统星期三在这个匹兹堡培训中心贸易学校发表演讲，他这么说，他说这是美国一代人一次的投资，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行动起来，50年后人们回过头来就会说，这是美国赢得未来的时刻，这是大的，是的，是大胆的，我们可以完成它啊。那这个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拜登政府首先他已经拿到了1.9万亿的救援计划，已经搞定了啊，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实施了啊。那么你可以看到1.9万亿的救援计划下来之后，美国经济你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反弹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疫情这一头啊，就是说打疫苗，不说别的，就说打疫苗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步入正轨，很快就，我印象中这2天就应该过亿了吧？啊，过亿了啊，然后基本上可以符合之前的预期，就是说疫情这件事情将会是一个可控的事情了。然后拜登政府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第二部分，就是经济计划了啊。那么经济计划现在这就是他要做的这个第2个重点啊。那么在此之前呢，前总统奥巴马和川普总统分别都曾经推动过这个基建计划，因为美国的确需要基建计划。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你需要推动你的基建计划的话，你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钱无非是加税或者是举债。那么通常如果以这个政府支出来发生的话，联邦支出的话，理论上应该是加税啊。那么加税呢，就会遇到国会的激烈的反抗啊。所以呢，加税，然后你要么加税，你要么增加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那你就要举债弥补。
就无非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情国会都很反抗，所以他们都失败了啊，最失败。然后昨天晚上那个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就出来背书啊，背书其实就是政策解读啊。他说救援呢只是拜登总统需要解决经济挑战的一部分，复苏才是重点啊。那么要把工作岗位找回来，因为真正要解决经济问题，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其实核心就是就是需要增加这个就业岗位啊。所以实际上它的重点是什么？经济计划才是拜登政府的工作重点啊。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啊，它的整个的这个方案啊，我们叫这个，他说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岗位计划，就业岗位计划。它是在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预算里面放了很多他自己的优先事项，就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你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汽车啊，汽车的这个充电桩其实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其中一个方向啊。还有向弱势社区提供帮助啊，还叫缩小不平等啊。还有气候方面，还包括什么呢？结束化石燃料补贴，就是气候啊，就是汽油啊、柴油这补贴，这是民主党一直在推动啊。比如说投资1740亿啊，用于这个电动车啊，电动车项目主要是建全国性的充电网络啊。你不建充电网络，你的这个汽车，你取消这个传统，叫化石燃料汽车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还有把清洁基础设施和气候方面的投资收益40%用于贫困地区。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什么研发方面的投资，消除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为目标啊，包括为历史上的黑人高校保留一些科研经费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啊？这里面就有一些，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计划当中有很多拜登政府作为民主党的一些优先事项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拜登政府要面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国会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能不能通过国会。如果不能通过国会，这个计划没有意义啊。这个计划首先就是我们要评价的是它能不能过啊。那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们两头都非常的极端。共和党那头呢，拒绝所有的加税和这个他们认为叫大白象工程啊，就是很多基建花太多钱不行。这一头民主党这一头呢，就希望多加税，想尽办法加税，然后去搞很多工程啊，搞工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就是他们两头呢非常的激烈的对抗。那么总统在中间怎么办？因为他要在国会要过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是，拜登的经济计划就不一定需要共和党的支持就能过。为什么？参议院跟众议院不用说，众议院民主党的优势比较明显啊。参议院那边是微弱多数，其实50-50加上一个副总统的票，那基本上就能过。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是这个民主党国会民主党呢，它可以把总统的这个计划放到一个预算和解法案里面去。放到预算和解法案里面去呢，就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过。那现在的问题是，放进这个预算和解方案里面的东西呢，是有一些限制的啊，不是说所有都能放进去。那么这是一个，它设定了，所以你可以看啊，它在第一套方案里面只增加了公司税
只增加了公司税，它没有增加这个富人税，也没有增加财产税，有可能这部分会放到第二套方案当中去。这个其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解决有一些放不进去的问题这是一个那么如果真的能过那这个对于拜登来说，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他们后面的施政就非常的有利因为对美国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方案会对美国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你看最近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为什么国债收益率上升？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逻辑我们经常一讲收益率上升，我们就忽略中间的过程收益率跟什么有关系？收益率跟利率成反比，就是说，大家都去抢这个国债的时候，国债的价格就会怎么样？国债价格就会上升。国债价格的上升呢，意味着什么？收益率的下降。国债的价格是什么？就是利率。国债的价格就是利率，利率越高，收益率越低，利率越低，收益率越高，就是这样的关系。好，如果国债的利率上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利率都会上升，因为国债的利率是大部分的商业机构参考的其中一个指标就国债10年期国债利率，你基本上大家都以它为基准去考虑。当然还有一个利率是什么利率？联邦的这个窗口利率，联邦窗口利率是联邦作为一个货币供应者它制定的利率。它制定的利率是什么？货币的价格，原始货币的价格。那我们一个是市场的价格，一个是联储局的价格，它们之间会出现一些差别。现在联储局不会那么快把这个利率提上来，为什么？因为通胀还没上来，经济还没上来，但是市场利率已经上去了。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拜登的这个经济计划可能会过，而且过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个计划一过的话，那美国经济会很好。美国经济很好意味着什么？联邦储备局的利率会上升，因为通胀会上来。经济好了，通胀会上来。那么联邦储备局把利率提上来以后，那国债利率也会上来。那所以在它之前，我先把利率炒起来再说。这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为什么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如果现在拜登政府把这个经济振兴方案第一部分拿出来了这第一部分拿出来然后我们先假设它能过因为我们看19000亿它都过了19000亿过，那讲2万亿应该也能过，走原来的路继续走一遍。那如果它来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好，我们来评价一下分析一下。我大概梳理了一遍这个方案计划非常宏伟计划非常宏伟对美国来说，这个计划如果真的实施的话会有3个效应，3个后果3个结果吧，不叫后果总体来说就是对美国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带动美国经济走出疫情的低谷，这肯定能做到。这个方案要是出来的话，美国经济会非常的蓬勃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我们说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道路桥梁，还包括什么？包括网络，包括电网等等。所有我们看到的这基础设施不限于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其实是整个经济运行的设施。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电网是基础设施。那你这个维持这个电网运行比如说交通网络你不仅仅是讲的是公路或者是铁路，而是你建立了一个网络，包括航空等等，全部包括机场，那其实都属于交通你就把这个网络要把它匹配起来
有效的匹配起来，所以它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强有力的支撑是什么？当我需求上来的时候，我供应能跟得上。供应如果需求一上来，供应马上上，那经济不就蓬勃了吗？这就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它能解决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打击，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修复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同时为美国经济的成长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会改变大家对美国经济的看法，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上个节目说啊，说这个昨天我们的节目说这个美国经济、中国经济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影响中国经济今年的这个要素是热钱的流动。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在此之前，在以往10年、20年的时间，所有的投资者都会觉得新兴市场高增长有风险，成熟的经济体，比如说美国、欧洲、日本啊，这个风险比较低，但是增长很少，很小的增长非常不足啊，所以大家愿意把资金投入到什么新兴市场，比如说我愿意把资金把60%放在美国，或者是把30%放在美国，30%放在欧洲或者放在日本，然后另外40%我就放到中国去。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既保持了安全，又不会失去经济的成长性。那如果美国有一个振兴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振兴计划它的影响非常的长远，这让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开始有新的动力，它增长的空间其实是更大的一个空间。那也就是说，这个投资者开始衡量，他开始放钱，我钱放哪儿呢？好，如果相对于成熟的经济体，新兴市场它的增长空间是比较大，但是你别忘了，它的风险也比较大，风险是有成本的。而且风险成本是可以量化的，如果你把这些量化指标放进去之后，你减掉，其实呢可能都差不多。那现在如果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开始更新它的基础设施，更新它的增长空间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考虑了，那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那里？我把钱放在那里又有风险，投资回报差不多，那我还不如把钱放的稳定的，然后增长更高的一个经济体。美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经济体的时候，它的吸引力就非常的大。当它这个吸引力变成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这些游资就会怎么样？就会往美国跑。如果欧洲也在干这样的事情，也会往欧洲跑，甚至往日本跑。当钱跑来之后，钱一来会推动经济往上跑。因为你已经有钱了，当你有钱，钱一来的结果是什么？利率就会下降，利率一下降，那原来有一些项目我是不会做的，因为财务成本太高，我做这个项目我可能赔钱。现在利率一下降，财务成本下降，财务成本一下降，怎么样？我就把这项目就给做了，这就是刺激经济是这个模式。所以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国家，它管理经济的手段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几个主要的工具啊，联储局的工具啊，几个主要工具啊，这财政赤字啊，一些工具。那而且它经济的传导性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当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啊，它这后面就是这个了。它可预测性比较大，它跟中国经济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经济会更复杂、更难看，它的可预测性更小，而欧美经济可预测性更大。所以拜登这个计划出来呢，我的总体的感觉有2点。第一点，我们都低估了拜登拜登提出这个计划的确是切中了目前
美国的需要啊，这个看得非常的准，而且这个力度很大。你可以看这几千亿扔进去，你要知道这个效果会非常的清楚啊。但可能会有人担心，就是美国通胀会跑到天上去，我倒不这么看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经济美联储其实它现在的不断的放松货币，就是为了刺激经济。你刺激经济，美联储放松银根，那如果美国政府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支出的话，这不就配合到了吗？那现在经济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我不觉得现在通货膨胀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还是需求不足是主要的问题。所以在这块，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啊。反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反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的经济体会有问题。为什么？钱跑了，就是你要知道，美国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它形成的虹吸现象，它之前经济不死不活的时候，那就没事啊，你钱来钱往的。那如果它强势的往起站的时候，那一些所谓的新兴的经济体，那钱唰一下跑掉，那会出问题，特别是货币。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都尽量要小心一点。小心什么？小心亚洲的或者是一些财务状况不太好的，第一个债务比较多的货币啊，第一个，第二个对出口依赖比较高的货币啊，经济体啊，第三个本身的这种基础产业不是特别，或者是它的产业能力不强势的。你比如说当年的泰国为什么被狙击？泰国只有旅游业，没什么产业啊。然后它的外债很多，然后它的这个经济体没有很强有力的产业，所以就被冲击啊。所以大家反正留意一下这个就行，好吧？好，我们今天就用完整的一个节目的时间，把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经济振兴计划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我认为啊，大家是低估了拜登啊。拜登，我看有个左派叫什么啊？左派的这个智库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啊，他一个经济学家叫贝克说：“哎呀，他说我的确也是。他说我们看这个拜登呢，就觉得他总是站在后头啊，因为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奥巴马这个光芒万丈，能说会道，很有风采。拜登就笑嘻嘻的站在后头啊，说这个而且很笨拙啊，所以为什么会他说看来看去呢，的确是低估了拜登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我看完这个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厉害啊，很厉害，就是说看到了美国的核心的问题。你可以看哈，之前川普政府呢，我没有看到过川普政府的基建计划啊。这是就是说拿出一个这样的方案来，是需要一个更宏观的概念，需要宏观的概念。就是说你没有宏观的概念，你当然拿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啊。这个是有宏观的概念，而且非常了解美国的经济，非常了解美国现在的需要，非常了解美国的问题啊。美国的问题是什么？美国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基础设施真的不行啊，需要更新；第二个，还是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不平等的现象是美国出现社会裂痕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拜登政府在这个方面做的工作都是不错的啊，包括设定这种针对亚裔的这种侵犯，他设定投5000万，你们就去告去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他这块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这里，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发了好多言了啊。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鸣谢一下啊，还是有很多的网友在 PayPal 上面给我打赏啊，我非常的感谢，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去念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就在这里一并谢过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讲，我们网友为我做的每一个动作，我都铭记在心啊，这都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我每次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再睡5分钟，后来爬起来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在等我，我不能多睡5分钟，我要起来啊，所以我在这里就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在 PayPal 上面给我打赏，在聊天室给我打赏，参加我的这个会员，去 PayPal 啊，去 Patreon 啊，在 Patreon 上面支持我，所以所有的网友提供的支持，我都会把它变成把我们节目做好的一个力量，好吧？我就在这里表个态啊，谢谢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 HJ1985 打卡悉尼，谢谢一堂，谢谢赶上直播，请王老师吃点心，好的啊。提问：拜登这2万亿要多长时间落实到位？各州政府还需要为这些项目配套资金吗？不一样，不需要，先打后面的人，跟州政府没有关系啊，这是联邦政府的事情。美国是个联邦制，联邦制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是州政府，州政府跟联邦政府分灶吃饭，你收你的税，你用你的钱，你做你的事情。联邦政府收联邦政府的税，然后联邦政府做联邦政府的事情啊，双方没有，联邦政府会对州政府进行支援，叫转移支付啊，转移支付会有的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州遇到灾害啊，那么联邦政府提供支援，派人去给钱，派人都可以啊。那么比如说有些州需要救援，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联邦政府会根据这个紧急状态的要求啊，给予一些支持，都是有的。所以这个跟州政府没有关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有多长时间可以落实到位？不知道，就要看它什么时候能过。它过了以后就开始加税，然后它联邦政府的资金就美国国会跟美国的白宫都有一个预算办公室，预算办公室就是算账，就是我这件事情要开始做了，钱在哪里，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拨出去，什么时候实施。美国政府的运作是非常精密的，那比我们想象的精密的多。他每一个程序都清清楚楚，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国家，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真的是很简陋，就是财政部，那真的是啊。美国就是联邦政府跟美国国会，它都有一套程序，每个程序都会检查出现的问题，而且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国会批准的东西啊，不能够出错啊。观点：美国的电网严重老化，每遇大风大雪，断电经常发生，需要更新。但电网是私有化，国家怎么参与是一个问题。美国地广，交通以私人汽车和公路为主，目前还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新的交通系统，所以交通改造仅限于老化的公共铁路系统和城市公交系统，城市的整体环境不如郊区，需要改造。观点加提问：美国的基建是需要大规模的重建和更新，但是我想提问的是，这个计划将来需要谁来买单？
拜登政府说，总收入在40万以下的美国家庭不会征税，但是在美国富人避税的方法太多了，那些专门为人报税的会计师最擅长这个，原因是美国税法中有大量的loopholes。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经济计划通过了，但是税收又达不到原来的预算，最终增加税收的负担是不是仍然会加到中产阶级的家庭上？请问你怎么看？如果要到中产阶级家庭的，很简单啊，它就是你就是要加税嘛，加税正好这个加税的幅度正好和中产阶级收入相匹配，那就是由中产阶级来负担嘛。如果他说40万以下都不用增加税收的话，那跟中产阶级没有关系啊，中产家庭没有关系。40万以上那不是中产人，那是富人了啊，这第一个，所以跟中产没有关系。第二个，如果这个经济计划税收又达不到原来的预算，一般不会吧？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要么呢，他达不到预算，他就发债了，就是变成赤字了，变成赤字就是发国债嘛，所以跟中产阶级没有关系啊。所以他口口声声40万以下不会征税，跟富人避税没有关系啊。富人避税跟他增加税收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增不增加税收，他收你15%的税，他也会避税；他收你30%的税，他还是避税，一样的。所以你说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谁来买单？很清楚啊，美国买单的人只有一个人，所有美国联邦政府花出去的每一分钱，只有一个人买单，你知道是谁吗？纳税人呢？要么是企业，要么是个人呢。他现在加的是企业税，那就企业纳税人了。如果加的是个人，他现在没有加个人税，那跟个人没有关系啊。你说是不是啊？这很简单啊，不复杂。你问的太复杂了，其实它就是一条嘛，就是把企业税由21%加到28%。如果增加，马上联邦政府这个税率一调整，联邦政府的税收马上就上来，他就可以花钱了。那如果他没有达到他预算怎么办？没有达到预算就发债，这就出现赤字了。出现赤字就发债，发债是谁买单？还是纳税人买单啊？联邦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花纳税人的钱，对吧？啊，这个还有问题你继续问啊，好吗？我们不要有 bias 啊，我们不要有 bias 啊，就是说我们要就事论事的看一件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会看不清楚。其实你提这个问题，你很清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你又搞混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有 bias 啊。提问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王老师能否谈一下拜登的2万亿经济振兴计划的负面性？有没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当然有，负面性的影响很明显，什么？加税啊，加税就是个负面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会增加赤字啊，就是刚才那网友说，他万一没有达到预算怎么办？就是变成赤字了，变成赤字那怎么办？就增加美国国债，国债就会继续增加，就是联邦债就会继续增加，这是它的负面性。但是如果你的经济成长在提高的话，那企业的盈利会增加，企业盈利增加呢，你的税收虽然增加了，它其实是利得税增加，利得税增加，那我整个的盈利增加了，我其实影响不太大啊。那当然对于企业来说，你税越低越好啊，它的是营业所得税啊。所得税跟中国的这个增值税不一样啊，增值税呢，不管你挣钱不挣钱，你都要缴税啊，挣钱不挣钱你都要缴税。但是它加的28%的这个所得税呢，就是你有盈利，你才能够交税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还有一些税你就要看它加不加，有些税就很重要。你比如说收入，如果它营业税要增加的话，那就会影响啊，营业税啊。
但现在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就是21%加到28%的叫所得税啊，所以它的负面影响是这个。观点：选举之前就不信拜登不加税，加税是必然的，而且即使加税，也不能够几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肯定有一部分债务需要联邦政府背着。什么叫债务联邦？所有的债务都是联邦政府背着。什么叫一部分债务？然后逐年随着美国 GDP 增长，税收也增长，慢慢还。没搞懂我没搞懂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就不信拜登不加税？拜登有承诺不加税吗？我好像没听说吧。他只是说40万以下的人不加税，40万收入以下的人保证不加税。我印象中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加税是什么承诺啊？观点：美国一些基础设施确实需要更新，但是我觉得仍然有一些更加合理的、划算的方案可以替代。疫情已经造成政府大量的支出，新制造大量的债务会造成对未来人们的不公平，而且如果加税，从经济上来讲也会造成非常大的未知影响。就算罗斯福新政在经济领域至今仍然有非常大的争议，现在人们对经济有很多方面仍然不可预测的，如此大的动作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无法评估，有很大的风险，我对此抱反对的意见。如果你的经济观念仍然停留在罗斯福新政的时代的话，那我觉得你没有条件去评估这个拜登的这个叫什么新经济的我叫振兴计划。为什么？因为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经济环境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你要更新一下你的经济学领域的这个看法，才去看拜登的这个计划，好吗？你说有什么可替代方案？我没有看到，我建议你拿出一个可替代方案来，好不好？你反对呢可以，但是你反对你要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什么？你说不可预测，经济都不可预测，没有可预测。你说什么可以预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预测，政治不可预测，社会不可预测，经济也不可预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预测。可以预测是什么？上帝可以预测，我们预测不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预测，我们就不能做我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不可预测，但是可以分析可以分析这个，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提问：振兴计划会不会使美国房价上涨？不需要振兴计划，美国房价已经在涨啊。我不知道涨多少，但是我知道美国房价肯定在涨，正在涨，而且我觉得涨了一段时间了都提问：关于新疆问题，请教一，强制劳动生产的棉花占正常棉花的比例，其认为最多10%，如果比例很少，可否因此抵制所有的新疆棉花？二，如果强制劳动不可取，那么全世界都存在的监狱产品是否应该抵制？三，如果因为过错就可以受到不成比例的惩罚，例如王老师之前说的，大清因为杀使团就活该被入侵，那么少数新疆人出现的一些恐暴事件，处置更大一部分的新疆人是否合理呢？好，我来回答你。第一个，就算是有一个人被强迫劳动，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我讲的是这个提问题的网友，哪怕只有一个人被强迫去劳动，都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只要你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有1%就有5%，有5%就10%，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你跟我来讲几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明白吗？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今天我看了一条新闻，说
上海出了一个规定，出了什么规定？你去上海停留超过24小时，你就要去当地政府啊，当地派出所啊，反正它一个平台去登记，他就算你算你是人口管理，属于人头管理范畴。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国已经变成一个这个样子了啊，就是已经我们叫警察国家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所以我是不会回答你说到底有多少是人摘的还是机器摘的，有多少是自愿去摘的还是什么，还是强迫去摘的，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不是我回答的问题，这是中共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你提这样的问题呢，基本上可以断定你根本没有搞清楚反对强迫劳动这件事情的含义是什么。大家知道，你反对他强迫劳动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强迫了1个人，或者强迫了100个人，或者只强迫了1000个人就可以接受，强迫了100万个人才不可接受，这是不对的。反对的应该是只要有1个发生就要反对，这才是一个常识。如果你不能反对1个人，你就会发现其实背后有100万个人。奥斯维辛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这样发生。100万这个新疆人为什么会关到这个教育营里面去？就这么发生。你现在叫教育营，当年希特勒的集中营最初也是叫教育营，最后它变成了集中营。为什么？就这一步一步发生。你不能解决1个问题，你不解决1个人的问题，你就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好吧？提问：王生昨天在直播2里说，美国白人不能抗议种族歧视，因为他们有种族优势。让我纠结的是，如果少数民族少数族裔如某个黑人或者是亚裔不掩饰的仇视白人为由，针对白人犯罪，是不是构成种族歧视罪？OK， 白人能不能发声不少城市，比如底特律、巴尔的摩，黑人人口占多数，而且政府要职常年由黑人担任。可不可以说这些城市黑人有种族优势，所以只有黑人才有权抗议歧视？种族歧视是不是应该以犯罪者的动机去做判断，而不是受害者的种族背景？我讲过很多次啊。第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是什么？种族歧视是道德审判是道德审判。怎么去解决道德审判？就是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审判。那么刑事罪，你比如说有个黑人侵犯了白人，那就刑事罪啊，他侵犯了他，法律有规定的，那你就法律去判他而已嘛。那么种族歧视这件事情，通常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意识上的东西讲的是意识上的，不是身体上的侵害不是语言上的冒犯，是一种意识。歧视其实是一种意识，我做一个行为让你受到伤害，但这个伤害跟刑事没有关系，理解吗？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理解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说这个黑人虽然当了一个大官，但是在美国，我作为一个白人，我仍然可以歧视你，不管你有多有钱。这就是种族优势所在，跟他当大官没有关系观点：美国的种族歧视不平等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是要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美国的历史，甚至说美国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是不公平的。美国的根本价值观还是鼓励个人的努力，并且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可是现在很多的非裔美国人和西裔美国人往往有自己受害者的言论，觉得自己几代人被歧视，要求补偿。美国的平权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不是反过来对华裔的歧视？你是在观点还是问题？如果你是观点，我不同意你为什么？你说的
你说的根本是两件事啊。美国的价值观鼓励个人的努力，没错，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选择负责，跟他受到的种族歧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你这两者根本不搭界啊，没有关系啊，对吗？他并不能反驳这件事情啊。观点：美国搞基建没那么灵光。18年川普搞的2万亿基建改造计划到现在没什么动静，没通过。川普的2万亿没通过。纽约建造地铁成本每公里10亿以上，修建的边境墙价格也达到5亿10公里。你这数字都不对吧？边境墙5亿10公里，用什么建的？你确定是用钢铁建的吗？还是用黄金建的？10公里要5亿，开什么国际玩笑？5亿美金。你这不对，你先把这数据搞对，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观点：感觉拜登如果能够实现他的大部分计划，他能很好的调和两党的矛盾。在这点上，奥巴马做的不很好，而克林顿就做得很好。在他当政时，美国赤字都没有啊。那美国赤字都没有，是因为美国经济那个时候多蓬勃啊。当然，克林顿的确很厉害。克林顿真的很厉害。情况加观点：加拿大最近公布了从香港流入资金有2700亿，之前英国和新加坡都有公布过类似的数据。如果再加上澳洲、美国、日本，正好吻合之前王老师说，中国上一年外汇空缺2000亿美金，是不是中共把大量的外汇调到香港维持繁荣的假象？是的，应该是。我建议大家有空去找那个肖若元，香港有一个 YouTuber 叫肖若元，就香港 No.1， 他讲这个议题讲得很好，他讲这个很多中国从大陆调一些钱去香港维持香港的楼价，维持港元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没讲，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分析，他的分析比较好，好吗？你说的是对的啊。这个北京是调了钱去香港，你想一下，本来香港要为中国大陆做贡献，现在需要中国大陆调钱去香港维持这个局面，这就叫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提问：王先生，请问是否可以针对前几日华春莹拿2018年 Lawrence B. Wilkerson 的演讲来为新疆辩解一事给我讲解一下？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话，你能把它贴出来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华春莹每天放很多空气出来，我不知道你想的是哪一段，好吗？观点：想修正一下昨天王先生回答一个关于种族歧视的一个问题。昨天王先生说，是不是种族歧视是道德谴责，不由警察决定，但其实 hate crime 是单独的罪名，是出于歧视动机的犯罪，是会有额外的惩罚，检方需要界定是否是 hate crime。OK， 然后呢，他怎么个罚？他有什么惩罚吗？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OK， 谢谢啊。观点加提问：网友个个在说美国公路路网破旧不堪，我住南加州30几年，退休前每天上班来回2个小时，途经210、605、57和10号公路，不觉得公路破旧不堪，而且常常觉得路上永远在拓宽保养。每年也会开车到内华达州、犹他州、北加等附近的国家公园旅游，不管是市政还是偏远的地区，都觉得路况很好，实在不知道大家说的公路残破不堪在哪里。美国是有一些地方，我住的这个城市，我看到新的公路，新修的柏油公路很漂亮我也看见过一些小路上坑坑洼洼，都有这种情况。那你说的那些国道呢？国道我看的就不错，我经常经过的一些国道呢，我都发现
美国的国道还不错，但是城市里的一些路况就有些地方就不行，特别是一些小路啊，小路的情况就没那么好。观点，朋友说，美国的传统基建就像信中国足球一样，满心欢喜进场，满脸惆怅谢幕。他邻居做个有水系的院子，做了10个月，目前完工一半，听了心拔凉拔凉。美国做工程，它跟中国不一样，那这个不能比，没法比，你有不同的要求啊。那美国的这些要求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安全性。那你看一下，中国会出现什么？房子一不小心就倒了。那房子为什么一不小心倒了？那它肯定在这安全性检测、检查、把关方面是有问题的啊。那美国在这方面，我一个邻居，我们有个邻居很搞笑，他也做一个工，他也是中国人啊，他们家修屋顶，屋顶早早修好了，然后呢，在他的大门正门修个屋檐，这个屋檐修2月没修完，到现在还没修完，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知道，他就原因是因为他做一点，然后请这个政府的人看一下，然后同意可以啊，这继续往下做。但是你要知道，我今年发现美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今年美国出现的情况就是到处都在盖房子啊，到处都在盖房子。那你可以想象，到处都在盖房子意味着什么？那些检查的人的日程非常的满，他也不会加班啊，他不加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往后排呗，所以他等很久才来检查下一个工序，就是这样。这没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在美国生活有2点要改变，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你的心态，就是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很多东西呢一忽悠就过去了啊，那么这就是中国经常出问题的地方。但在美国不是，在美国它就一板一眼，一板一眼意味着什么？你需要等，所以有些东西这个你心态要调整，就是我要等，那我就等吧，就把心放下来，你就等呗，啊，这是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你要放弃以中国为参照系的衡量标准啊，完全这是不对的啊。你必须看到的是什么？你中国的衡量标准有很多是残缺的啊，所以如果你经常用中国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你就是拔凉拔凉的呗啊。观点：今天早上那个 H1B 的2次抽签都没有中的朋友，我今天第4次抽签也没有中，但为了不让我的孩子回去被中共洗脑，内心充满仇恨、没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我再难也要坚持下来，大不了明年再来，或者移民加拿大与君共勉，多好啊！我也是这么讲啊，就是说没关系嘛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办法总比问题多，会办法的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你如何看待上海人口登记4月1号起停留24小时需要登记？中国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了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实名制买刀实名制啊，然后现在坐公交车，你上地铁都不能带小刀啊，小到这么小的刀都不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任何一个地铁站你都要安检，去机场你要安检，然后就是买菜刀你要实名登记，然后你去在一个城市超过24小时你要去登记，所有东西你要实名制，政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你，这就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这国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民，政府像防贼一样防着他的人民，政府非常害怕这些人民，这些人民还甘之如饴，所以很多人还会觉得这挺好啊，我们很安全。如果是你被打击的对象的话，你就会知道苦不堪言。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白，它是什么？它就是
说明了这就是一个警察的国家。观点最近大家都在声援 Stop Asian Hate， 但是我最大的切身体会是，在美国对亚裔仇恨最深的是大城市中非裔人群。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学校周围都是黑人区，学生经常被黑人抢劫。最近几个攻击亚裔的例子，比如巴基斯坦裔的 Uber 司机，纽约地铁上殴打亚裔的黑人，在这些事件当中，施害者都是非裔，但是他们的族裔背景新闻中从不报道。如果施害者是白人，报道重点就不同了。我经常听到有很多中国人说这个黑人最坏啊，我不知道，我反正做过 Uber，有几次都是黑人司机啊，还有一次是巴基斯坦司机，我没觉得有些黑人不那么友善啊，他不搭理你啊，这是有些黑人司机，我可以跟他聊一路。我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一个朋友啊，接回家，从上车我们一直聊到下车啊，我们的满车欢声笑语。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体会，我没有资格发言，因为我来美国时间太短。我们的街区里面没有黑人，我没有看到在这个街区里面看到过黑人，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不能够，我自己我这么认为，就是我们不能够笼统的讲黑人好，黑人不好，或者是俄罗斯人好，俄罗斯人不好，他们都是个体啊。那么美国是不是有存在系统性的歧视？有的啊，是有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反映的这些，我认为这个政府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在这个方面，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挺身而出反对这些现象，而且我们要防止自己的歧视现象。我认为中国人对黑人是有歧视的啊，我发现中国人很歧视黑人，非常不喜欢黑人啊。当然，这有些人说啊，因为他们经常欺负我们等等，但是，如果每个人把这些案例都攒到一起来说，你可以说任何一个族裔都在欺负你，你信不信啊？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啊。我们应该中国人应该更有什么呢？更有智慧的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不应该被这种偏见蒙蔽我们自己啊。观点：其实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视，中国尤其严重，而美国是最重视种族歧视的国家，同时也是全世界种族问题最复杂的国家，更是目前解决种族问题最好的国家。我觉得美国不是解决最好的国家，我觉得加拿大是解决的最好的国家。加拿大对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处理，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啊。就是说，加拿大的这种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这种态度，是做的最好的啊。反正我是觉得有问题就解决呗啊，你碰到了这种情况，大家站出来反抗、反对就好了啊，也不必把它怎么说呢？不能妥协啊，不能妥协，但是也不要好像天塌下来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啊。观点感觉这个计划对美国很重要，钱花在基础设施上造福大家，总比发福利好多。发福利好 ，OK， 发福利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些贫困是没办法反抗的，所以我很反对有一些中国人啊，那种就那些人很懒啊等等。是的，有些人是很懒，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有一些人很懒就不支援那些贫困的人，这是不对啊，这是不对的。
中国人好像自己交了很多税似的，中国人没交多少税，中国人收入没那么高啊，真正交税交得多的不是中国人啊。观点在中国开车有10几年，20万公里，在美国开了8年，也有10几万公里，根本感觉是美国的路首先是结实，中国的路不管多漂亮，走上去心都虚。再就是美国公路的利用率比美国的公路利用率比中国高10倍。高是因为公路文化，神经首先不用那么紧绷。我是来了3年以后才彻底松弛下来啊。坐标在日本留学，自从去年听了王老师的节目，才真正看到真实的世界。我种下了移民梦，但是我老公在国内是警察，和他很多事也沟通无果，我只能尽全力告诉他更多的普世价值观。倒感觉我们移民无望，好悲伤。怎么说呢？这个希望你能多做点工作嘛，不用着急，来日方长嘛，不着急啊，一步一步来。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好不好？保存一些希望，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去做啊。好，明谢米卡卡，谢谢。Thora 和谢谢 Michelle 刘，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